近期黄金盘中又一次突破了4400美元，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却还在2.43。按照过去的经验，实际利率越高，黄金承受的压力越大。可这一次，利率还没有明显下来，黄金却已经先涨起来了，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黄金。从目前的数据来看，黄金和美债反常的走势背后有几股持续时间不一样的力量。首先是就业数据的走弱，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预期。其次是央行购金提供长期支撑，同时黄金 ETF 资金和空头回补又放大了短期涨速。如果把这些力量放到各自的时间尺度里，我们最后要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4400美元会成为新的价格平台，还是一次预期修复的高点？换句话说，黄金再破4400美元之后，究竟还能涨多久？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拆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影响因素：美国就业数据。8月7日，美国劳工局发布了七月的就业报告，美国非农就业减少2.3万人。单看一个月，这个数字未必能足以改变长期判断。更大的变化来自前面2个月，5月和6月的新增就业被合计下修了10.3万人。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市场开始担心美国就业趋势可能正在转弱。市场原本还在交易美联储未来继续加息的可能，就业数据走弱之后，这部分预期开始降温。那这对黄金有什么影响？因为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利率越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市场只要开始调低对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黄金承受的压力就会先得到缓和。实际利率甚至还没有开始明显回落，资金就已经开始提前交易政策的变化，金价也就提前反应。因此，就业数据改变了市场的预期，但是美债的实际收益率仍然在2.43的高位。为什么黄金价格没有很快的被压回去？接下来主要看第二个影响因素：央行购金。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接近290吨，同比增长62%，也是历年第二季度的最高水平。不过呢，这组数据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季度的央行购金估计值最初是244吨，后来被大幅下修到57吨。到了第二季度，央行购买黄金又迅速回升到一季度修订值的5倍左右，所以上半年合计购买黄金大概350吨。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央行对黄金的长期需求仍然存在，但实际购买的节奏却并不平稳。为什么各国央行还在持续买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90%的受访央行表示，未来1年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还会继续增加。45%的受访央行表示，预计自己的机构会继续增持黄金。储备多元化、地缘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黄金长期储值的作用，仍然是央行持有黄金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些考量不会因为一次就业数据或者一次美联储会议就会完全改变。和短期交易资金相比，央行观察的是更长的时间周期。即便实际利率仍在高位，这部分官方需求仍然可以给黄金提供长期的承接。因此，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黄金没有在高实际利率下迅速跌回到过去的价格区间。但是，央行购金能够提供支撑，并不等于某个价格一直会有人在拖住。一季度的购买黄金的规模从244吨下修到57吨，已经说明央行的购买规模会发生变化。同时，世界黄金协会也提到，
过高的金价和各国的自身的流动性的需求，都会影响央行购买黄金的节奏和时间。因此，央行购买黄金可以解释高利率为什么还没有压住黄金，却解释不了金价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涨得这么快。这主要还看另外的2个因素，就是 ETF 资金和空头回补。我们先来看一下 ETF 资金。实物支持的黄金 ETF 会根据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调整黄金持仓。当 ETF 持仓连续增加，说明私人资金愿意在当前价格继续增加黄金配置。这类资金如果能够维持，行情持续的时间通常也会更长。到了7月份，资金方向开始重新转正。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接近30亿美元，持仓增加23吨，总持仓升至4068吨。年初至今累计净流入已经达到110亿美元，而国内黄金 ETF 近1个月的净流入也在明显的放大。这说明私人资金确实在重新进入黄金，但是这1个月的回流还不能直接确认长期趋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观察的是 ETF 能不能连续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保持净流入。我们再来看空头回补。期货市场里的空头先卖出黄金合约，之后需要买回来才能平仓。当就业数据改变利率预期，金价又连续突破关键位置时，一部分空头为了控制亏损，会集中买回合约，因此会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买盘，进一步推高价格，也会让黄金的上涨速度突然加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截至8月4号的持仓报告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管理基金的空头持仓，1周之内从大约 1.53 万手降到9043万手，减少了6255手。按照每手100盎司计算，相当于大约19吨黄金的名义规模。同期，管理基金多头增加4716手，这说明当周黄金价格上涨，既有新多头的进场，也有旧空头的离场，2股力量同时存在。所以，空头回补会更加适合解释为什么短期内黄金会涨得这么快，而 ETF 能不能持续净流入，才更接近行情能不能延续。而新资金进场和旧空头的离场都会推高价格，但它们对后续行情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到这里，推动这轮黄金上涨的几个影响因素已经基本讲清楚，但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也很容易产生几个误判。盘中突破能不能算趋势确认？空头回补能不能当成长期新资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4400美元以上的黄金最容易出现的几个判断问题。第一个误判就是把盘中突破当成趋势确认。黄金呢有伦敦现货、期货、连续合约和计取月份合约等不同的报价。同样是突破4400美元，对应的时间和交易口径可能并不相同。盘中触及这个位置，只能说明买盘暂时把价格推到这里，它能不能成为新的价格平台，还要看收盘能否站稳，价格回落以后有没有资金承接。第二个误判是把空头回补当成新资金持续进入。管理基金空头1周减少6255手，能够解释短期涨速，却不能单独证明资金会继续流入。接下来主要还要看黄金 ETF 能否获得持续净流入。而第三个误判是认为央行购金能够在任何价格提供同样强的支撑。一季度购金估计值从244吨下修到57吨，已经说明央行购买价格会受到价格和自身流动性的影响。央行需求可以缓冲金价回落，却不一定能够保证4400美元一定守得住。第四个误判是用机构目标价和历史走势来替代判断。市场上现在有4500、5000甚至更高的目标价，对应的前提条件、发布日期并不相同。把这些数据简单的放在一起平均，
可能得不到一个靠谱的答案。历史类比也是一样，两段走势看起来相似，只能帮助我们寻找可能的传导机制，却不能证明后面的价格会按照同一条路线发展。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一条反向传导。如果通胀或者油价重新上行，市场可能再次交易美联储加息，实际利率和美元也可能重新走强。如果黄金 ETF 流入同时中断，央行买盘只能缓冲一部分压力，而金价仍然可能被重新定价。所以呢，以上这些误判可能指向同一个问题：长期逻辑其实黄金依然存在，但短期价格却不能简单的继续线性外推。机构目标价也好，历史图形也好，都要回到当时的利率环境和真实买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常被拿来比较的2006年。2006年为什么会被反复拿来比较？因为这两轮的黄金行情都经历了大涨之后的深度回撤。2006年，黄金从高点回落了大约22%，而2026年本轮黄金从1月高点跌到7月低点，最大回撤接近27%，两次跌幅都超过20%，都伴随着利率压力、流动性收紧和拥挤仓位的退出。2006年，黄金价格在调整结束以后逐步修复，随后再次突破前期高点。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大幅回撤也可能会发生在牛市中途。但两轮行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利率周期所处的位置。2006年6月，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25%，那也是当轮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长端美债收益率随后回落，市场逐渐转向交易紧缩结束。而到了2026年，利率拐点还没有得到确认，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仍然在2.43的高位，市场也还在反复调整对未来加息的判断。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两轮行情背后的买盘也不完全相同。2006年，黄金 ETF 扩张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配置渠道，而现在，央行购金成为更重要的长期需求来源。但央行数据会修订，购买的规模也会受到价格影响。当前黄金 ETF 的规模、期货仓位以及全球财政和地缘的政治环境，也都和2006年不同。但复盘2006年的价值是提醒我们，深度回撤不一定代表长期行情结束。至于2026年的金价会不会复制当年的路线，还要回到当前的利率环境和真实的买盘。这也把问题带回了本期视频的标题：黄金再破$4400以后，究竟还能涨多久？接下来我们就用3个可以持续观察的关键因素来回答。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是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能不能连续回落。一天天涨跌说明不了太多，实际收益率只有形成一段持续回落的趋势，黄金的持有成本才算真正改善。如果实际收益率重新回到高位，市场提前交易的政策变化就可能发生回吐，黄金也会重新承受压力。第二个要关注的是黄金 ETF 能不能持续获得净流入。单月资金转正，说明私人资金开始回来。接下来还要看这种净流入能不能保持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持续流入说明空头回补以后还有新资金接力，但如果 ETF 很快重新流出，这轮上涨对短期交易资金的依赖仍然很高。第三个需要关注的是央行购金能不能维持，这部分既要看公布的购买量，也要看后面的数据修订。央行持续增持，而且数据没有再次出现大幅下修，黄金的长期需求仍然存在。因此，把这3个因素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大概得到3个结果。如果实际利率连续回落，黄金 ETF 持续流入，央行购金也保持稳定，$4400形成新价格平台的可能性会明显提高。如果央行继续买入，实际利率仍在高位波动，黄金 ETF 有资金进少，但缺乏连续性，金价更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反复验证，也是我目前更倾向的基准情形。
黄金的价格中枢可能会出现缓慢抬升，但过程不会是一条直线。但如果通胀或者油价重新推高加息预期，实际利率和美元同时走强，黄金 ETF 也随之中断，4400美元就更可能会成为一次预期修复的高点。央行购金虽然能够减轻一部分压力，却很难单独改变这条短期定价路径。因此，我的目前的判断是，中长期来看，黄金上涨的逻辑仍然存在，短期已经进入了高波动的验证期。4400美元能不能成为新的价格平台，就要看上面的3个因素能否持续改善。你觉得下一阶段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力量是实际利率还是央行购金？欢迎在评论区内留下你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分享。如果你觉得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这里是深水区财经频道，我们下期再见。